欢迎回到我们的设计思考入门课程。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设计思考的第5个步骤——测试 （test）。在谈测试之前，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在我们设计思考的5个步骤流程当中，我们已经做过了些什么。那同时，我们要讨论一下接下来做的这个测试的阶段，在整个设计思考流程当中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我们看到这一张是我们设计思考的5步骤流程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测试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4个阶段，包含我们的同理、定义、发想跟原型制作。所以在这边，其实我们应该要已经有的东西，包含是我们定义出来对于使用者来讲重要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我们有的所谓的假设。那以及是我们基于这个观点或者基于这个假设去发想以及去制作的原型。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去实际的测试这个原型。那测试这个原型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边主要跟大家讲的几个概念，包含第一个是我们及早测试，以达到及早学习。没错，我们做测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让我们更了解使用者，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规划的原型是否恰当。所以这些学习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反过头来去修正或者去优化我们的假设以及我们的发想。所以其实我们讲说测试是设计思考的第5个步骤，但它不代表是设计思考最后一个步骤，因为在我们测试完之后，我们要回过头去修正。所以很可能是你在测试之后，你就发现你前面定义出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地方可能并没有这么恰当，所以你很可能在测试之后，你就重新回到我们的第1跟第2阶段。那也可能是你在测试之后发现你的想法以及你的原型制作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这时候你也可以在测试之后回过头到第3、第4阶段。所以测试这个阶段并不是终点，它是一个循环的开始。这边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及早学习的重要性。举例来说，脸书他们的精神标语是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这个意思是在说要快速的行动去打破陈规。脸书的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他曾经在访谈中提过，在脸书他们会放手让工程师进行小规模的测试新的点子之后，假如发现是可行的，他们就会将新的点子运用到整个脸书上面，这样可以让脸书的更新循环更快。那再有这些小测试跟小学习，可以让脸书整体的推进速度变得更加的加速。除了脸书 ，LinkedIn 的创办人 Reid Hoffman 他也曾经说过 ，If you are not embarrassed by the first version of your product, you've launched too late。这个意思是在说，很多人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会到非常后期才把这个产品或者他们的服务拿去测试。但就 Reid Hoffman 的观点来说，这样已经太慢了。他认为必须在设计非常初期的时候，在你觉得你这个设计拿到使用者面前，你会感到有一些尴尬的时候，你就要推出并且去测试，这样你才可以及早的学习，及早的优化你的设计。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阶段想象成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像同理一样，你要回过头的再进一步加深的去了解你的使用者。在测试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的是使用者的任何的反馈或者是任何的反应，包含他在跟这个原型互动时候的眼神以及语气，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去捕捉的，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使用者，然后依据这些捕捉来的回馈去进行优化。上面我们提到关于测试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让我们能够及早的学习。除此之外，测试它也有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协助去化解团队之间的纠纷。很多时候我们在进行专案的时候，团队之间的成员其实常常会有一些纠纷，特别是关于我们专案推荐的方向应该往哪里进行，会有这样子相关的争论。举例来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A 方案比较好，另一群人可能觉得说 B 方案比较好，但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比较好，其实不是哪一个团队成员说了算，是我们的使用者说了算。还记得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原型制作曾经提到 Google X 的共同创办人 Tom Chi， 他曾经在一次会议当中，会议里面的成员针对新的装置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进行辩论。然而当他们实际的把这样不同的颜色拿去测试之后，大家瞬间就知道到底哪一个颜色比较恰当，而前面的花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纷争跟辩论也就迅速的被化解。所以这让我们知道的是，与其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会议或者专案空间进行辩论，不如我们快速的把我们的想法拿到使用者面前去测试，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哪一个方向比较好，也不用花这么多时间进行争吵。好的，在我们了解完刚刚讲的测试的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在我们了解说我们可以尽早学习，可以化解纷争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测试。我们将测试区分成3个阶段：测试前、测试中以及测试后。所以在测试前，我们必须要先用几个问题来回过头带我们自己去做反思。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问题是，我们测试的这个核心目的是什么？团队必须静下来去思考，是我们刚刚所规划出来的这个原型，它有什么样的核心假设？我们接下来进行测试，到底是要测试什么假设？这个必须要能够具体明确的列出来。那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进一步的去思考是，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测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脉络之下进行？这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包含说环境，包含说使用者，以及使用者与设计之间的互动，都是我们必须要事先去设想跟规划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思考的是，我们接下来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可以如何的去捕捉使用者的回馈。所以鼓励大家，在你进行的实际的专案要测试之前，可以先把这3个问题列下来，然后团队之间可以有一个共识，那再进行到实际的测试。好的，那在实际的测试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分工，包含我们会需要有一位主持人，是协助我们的受测者能够了解整个测试的脉络跟环境。那同时我们也需要有能够跟使用者互动的人，以及最重要的，我们会需要有一个观察员来时时刻刻的捕捉受测者的任何的反应跟回馈。当我们捕捉完这些反应跟回馈之后，我们就进到测试后的分析。我们必须借由这些反应跟回馈来进一步的去优化以及修正我们的设计方案。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说，我们修正跟优化的要点主要在哪里？这边我们有最主要的2个要点，也包含是回馈到我们设计思考的5步骤流程当中。还记得我们说过，我们在设计思考的第1跟第2个步骤，最主要是去探索问题；第3跟第4步骤去发想解决方案。那测试就是分别去测试这2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要先去测试的是我们探索出来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假设是否正确，是否恰当。举例来说，你可能要测试一个新的标示能否有效的协助进行垃圾跟资源回收的分类。这时候你的假设可能就会是这个新的标志，或者说你的假设是标示是影响使用者进行资源回收的关键。那你在测试的时候就可以针对这个假设进行测试。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标示存在与否其实根本不是关键。那假如是这个状况的话，你就必须回过头的去修正你本来的假设。那当然，你也可能在测试之后发现你的假设是成功的验证，的确，标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假如你验证成功后，我们其实还要必须去验证我们第3、第4步骤去发想出来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点子是否恰当。所以你可能发现，的确你的假设是验证成功的，但很可能你也会从使用者的回馈当中去了解到，其实你的发想或者你的原型规划并没有这么的恰当。所以这边再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在测试后的修正与优化，重要的点在于我们要去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也要去验证我们的点子是否恰当。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我们在测试时候应该抱有的心态。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台大创新设计学院教学时非常常看见学生非常常出现问题的地方。我们鼓励大家在测试时抱持的心态是一个学习的心态，而不是一个推销的心态。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很多时候使用者给的反馈的确会让人感到心灰意冷，特别是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进行前面的4个步骤，好不容易有一个原型的时候，使用者还挑剔你的原型，有时候这真的会让人感到觉得非常的伤人。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与其你强硬的去为自己的点子去辩护，或者说你强硬的去推销你的点子，不如抱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看过太多的例子，是在辩护自己的点子的时候，其实它的设计并没有办法在过程中变得更好，而往往只有在你虚心的去学习，或者虚心的去试着更了解使用者的想法，才能够去协助你的设计变得更好。因此我们推荐在测试的时候，你永远保持着一个我是在学习的心态，并且切记我们收集到的每一个回馈都是让设计变得更好的机会点。所以尽可能的不要把使用者回馈当成是某个攻击你设计的点，而是要把他的回馈
当成是协助优化你设计的机会点。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在测试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可以尽早的学习，也请大家特别切记，测试并不是我们设计思考流程的终点，而是我们迭代以及我们去优化我们设计的起点。看完了这支影片，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